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啊，我们说的是俄罗斯已经动员超过20万人入伍，西方呢相当惊恐，但俄军短板仍在。10月4号，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宣布呢，自普京总统2周前下令部分动员以来，已经有20多万人呢被征召入伍。他还表示啊，如果没有严肃的理由，不应该拒绝那些自愿参加战斗的人。这些军人正在80个训练场和6个训练中心接受指导。俄罗斯在几天时间里面就动员了20万预备役，对这个问题呢，西方媒体是非常恐惧的啊。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几乎不谈这件事儿，做哪怕是一个字的正面评价，而是反复强调俄罗斯强行征召身体素质不合格的人，大量征召少数民族，以及有好几万俄罗斯人逃出国境，不愿意服兵役等等。这种宣传手法呢，我们不陌生的。在讨论任何一个他们不喜欢的国家的时候，西方舆论界总是能够在鸡蛋里面挑出骨头来。我们甚至把这种做法称为反向指标。他们指责的越激烈，就说明这件事儿做得越正确，效果越好。俄罗斯确实有一些人呢不愿意去当兵，但是无论怎么说，几天时间就能够征兵20万，这充分的体现了俄罗斯人，特别是预备役人员对于上战场打仗还是有着很高的积极性的，对俄罗斯政府的支持率那也是很高的。自从2月24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布命令对乌克兰进行所谓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罗斯的舆论对这场战争的支持率就相当高，对于普京本人的支持率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80%的历史高点。虽然前一段时间俄军在哈尔科夫、顿巴斯战场上遭到了一些挫折，目前在赫尔松战场上也丢掉了一些要点，但是俄罗斯国内的舆论并没有因此而产生什么反战情绪。正相反，绝大多数人的观点都是俄军在前一段时间里面打得太缩手缩脚了，投入的力量不足，对乌克兰也太仁慈了一些，所以才会遭受这么惨重的伤亡。如果投入更大规模的兵力，甚至是使用核武器，或许这场战争早就打赢了。正因为如此啊，当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动员令，征召30万预备役，并且扩大部队规模之后了，俄罗斯国内的反应普遍是支持和赞扬。另外呢，赫尔松、卢甘斯克、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已经投票加入了俄罗斯。按照俄罗斯国内法，就可以把这4个州都当作俄罗斯的本土来保卫了。虽然这一点并没有得到世界其他国家包括中国的承认和支持，但是俄罗斯国内的支持率依然很高。这样的话，按规定不能出国作战的俄罗斯义务兵就可以被派到前线去和乌克兰军队作战了。俄军前一段时间头疼不已的兵力短缺的问题，特别是缺步兵的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至少乌克兰想用特种部队向俄军后方进行渗透就非常困难了。这几天呢，乌军明显加紧了攻势，不顾重大伤亡，向第聂伯河右岸的俄军发起猛烈的攻势，就是为了在俄罗斯的增援兵力到达战场之前，尽可能的抢地盘。如果能把俄军赶到第聂伯河的左岸去，那形势对乌克兰就更有利了。但是俄军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信息化水平严重落后，这就是一个困境。整个北约的情报、侦察、指挥、控制系统都在为乌军提供服务，这也是乌军能够灵活机动，让俄军疲于应付的主要原因。要是这个问题不解决，俄军后续投入战场的步兵依然难保不是去给对方送菜的。还有啊，俄罗斯严重的缺乏无人机的情况，也只是得到了部分的缓解而已。战争呢，是对综合国力的考验。俄罗斯通过这场战争，将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自己身上存在的哪些短板。如果能够把这些短板弱项都及时的补齐，那稳住阵脚，达到一部分战争的目的，我想还是可以实现的。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评论到这里。